我再也不敢来惠州买房啊！曾经1.6万7的价格，现在3700啊！这里不是小楼盘，20栋的一个大社区，距离深圳才1公里啊，到沙田地铁站是4公里啊，骑个电动车大概是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，都可以到沙田站啊。80平的一个大三房，基本上是100%的得房率啊，总价30个 W 可以拿下，月供1000块钱啊，比租房子要划算。但是毛坯的哦，需要自己装修一下。深圳房价到底怎么了？深圳湾都跌成白菜价了，原本低于900万不卖的117平大4房，现在就只要520万，还送豪华装修，地铁站就在楼下，10分钟到深圳湾万象城。我的妈呀！深圳一位买龙华的这个业主啊，从713万啊跌到了372万，啊，3年亏损了341万啊，把他老婆都给急得快哭了。那么他买的是龙华的这个龙某居小区啊，这位业主呢和他老婆呢是湖南人，然后毕业以后就在深圳一家电子公司上班了。那么老婆呢在医疗机械公司上班，那么2口子工资加起来差不多4万一个月。然后他老婆呢有提成啊，业绩好的这个时候家庭月收入能有5万左右。如果不买房啊，在深圳是妥妥的用不完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道路节目，我是真言。这2年的房地产市场真像一出反转剧，剧情翻的人目不暇接。10年前房子是标准的硬通货，谁手里有套房仿佛就是端着一只金饭碗。可如今风向彻底变了，房子确实不再是人人追捧的香饽饽，反而像一件难以出手的大件商品，挂在市场上迟迟无人问津。我们的房子可能卖不掉了。2019年花70多万买的小3室，如今打5折都卖不出去。房子挂中介快1年了，价格从60万降到55万，再降到现在的40万，仍然没有意向客户。因为公婆年龄大了，为了方便照顾，明年要来和我们一起住，想着把这套卖了，再置换一套4室的房子，没想到这么难。博主表示，就在前几天，中介突然来电，说有个家长为了孩子上学急着置业，看中了他们这套户型，但要求降价的哟40万，全款可以立刻签约。房主的先生翻出贷款明细仔细核算，他们银行还剩50万贷款还没还清。如果40万卖掉，不仅当年砸进去的首付和装修费40多万全部打水漂，这几年辛辛苦苦的还本金和利息也等于白还。更现实的是，还得再倒贴将近10万，才能把这套房送出去。听上去不像卖房，倒像是在清库存。中介倒是说得很理性，现在市场和前几年不一样了，出生率连年走低，需求收缩，供给却还在。典型的供大于求，房价不再是必然涨的年代，价格回归是趋势。博主原本想着，既然买家诚意还在，要不要再争取一下，哪怕多加一点。结果还没等开口，中介又传来消息，客户已经以同样的价格买了对面小区的电梯房，拎包入住。这样的故事并不只是发生在普通城市，曾几何时，深圳被戏称为炒房之都，尤其是南山区一度是资本和野心的聚集地。就在2021年，南山某知名高端小区房价最疯狂的时候，单价被炒到10万一平方米，热度堪比顶流明星。如今却仿佛一夜回到了2015年，价格防线接连失守，大量楼盘挂牌价雪崩式下探。深圳楼市目前就是个死局，深圳楼市现在实在太难了。我做了这么多年房产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僵的局面。虽然有政策支持，利率也下降了，但大家的预期都没了。本来应该是金九银十，结果数据惨不忍睹。市场的底线一次次被击穿，不少业主被迫降价求售，却依旧无人问津。二手房挂牌最低已到了4.1万一平，相当于直接打了个3.8折。有人算了一笔账，2021年最火的时候，一套71平方米的小户型，总价高达776万，妥妥的塔尖资产。当时买的人意气风发，觉得自己押中了未来。可如今，同样面积的房子，市场价值剩下200-300万区间，账面缩水接近500万。500万是什么概念？很多普通家庭一辈子的积蓄。
我们在17年花400多万买这套房子的时候，其实也没计划在深圳长待，就觉得趁年轻嘛，多打拼几年之后把房子卖了回老家。最高位的时候21年这套房子是可以卖到600多万的，但是我们没有抓准时机，同时还抱有侥幸心理，就一直拖着，眼看它跌到现在的350万，就这还不一定能出手。博主表示，这8年的房贷生活其实像一场慢慢加码的马拉松。刚开始的3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，每个月13000的月供，对夫妻俩来说算是可承受范围。2个人都有收入，日子虽说不上宽裕，但也不紧绷。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1年，孩子出生之后，家庭开支几乎是成倍上涨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岳父突发脑梗做了手术，岳母必须全职照顾他，家里一下子少了帮忙带孩子的人，妻子只能辞职回家，全职照顾孩子。原本的双收入家庭突然变成我一个人支撑，经济压力从那一刻起变得真实而沉重。博主表示，回头想想，过去的生活方式确实太随意，而且能力只是普通，却在行情高位时贷款200-300万买房。那时候觉得这是上车，现在却感觉像是被锁进了一台巨大的机器里。你知道深圳现在有多少人断供吗？2025年的上半年，深圳法拍房上拍4446套，比去年增加了46.27%，其中住宅的占比达到了72.8%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，这仅仅是单个平台的挂牌数量，后面到底还有多少断供的家庭都还在排队等着拍卖。这个官方我估计就不敢公布数字了。还有人指出，如果把中国楼市写成一部连续剧，惠州海边这一段绝对算得上剧情反转最强烈的章节。在大亚湾与惠东交界一带，高楼沿着海岸线排开，像一排排面朝大海的观众席。这里被称作深圳后花园。碧桂园、十里银滩、华润、小径湾等项目曾是深圳人周末看房团的热门打卡地。前几年海景房3个字自带光环，高峰时一套50-60平方米的小户型能卖到100多万。站在阳台上看海，仿佛已经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。可如今价格接近腰斩，甚至更低。价18万就可以拿下我身后的这一套，产权面积110个平方，做的一个南北通透户型的一个格局，而且离地铁口只有1.5公里。据说当年冲进来的业主背景五花八门，有深圳白领、温州炒房客，也有跟着看房团冲动下单的普通家庭。有人甚至卖掉深圳1套房，在惠州换来10套。一位来自浙江的业主10年前以每平方米1万多元入手10套，如今面对价格下行，他苦笑着说：“认倒霉，但不算坑。”无论如何，他打算留1套自住。也有人更现实，来自山东的业主直言，当初被宣传吸引，以为能享受海边生活，来了才发现当地产业有限，工作机会不多，常住不易。卖不掉怎么办？不少人把房子托管给中介，改成民宿或酒店式公寓，至少有租金收入，房子也不至于空着发霉。以前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想过亏，后来呢，疫情了，知道它会亏，但是没想过它亏那么多。现在大概有好几年没有来这里了，今天来看一下，天哪，看了一下房价，心塞。然后我发现就是全中国，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的海景房都是一个坑，是说起来都是什么稀缺资源，一线海景不可复制的地段，结果呢都亏的真的是拦腰斩都不止。外界还发现，上海的二手房市场也出现了结构性震荡。上海房产博主财奔张张指出，上海二手房均价已经跌回2016年水平。2016年买房的人账面还能勉强打平，但如果扣除房租因素，按年亏损3%计算，10年下来也可能亏掉30%。而2020年至2022年才入市的购房者，如果算上贷款利息等成本，亏损可能已超过50%。核心地段陆家嘴的房子更是重灾区。据中介透露，
当年10几万一平的房价，如今仅剩4万多一平，跌幅接近70%。法拍房市场同样不容乐观。2025年10月至12月，仅有30%的房子能接近原价成交，其余大多以5折到7折被拍出。据统计，虹口区各小区最大跌幅发现跌幅集中在40%至60%区间，其中40%至50%占36.02%，50%至60%占14.37%。他形容这是信心断层，而非价格波动。一旦主城区活跃小区价格跌破50%，原本的心理价格锚点就会彻底崩塌，市场将自动下探，直至找到新的均衡底部。摩根士丹利对中国2000名居民的调查发现，1线城市市场心理已显著恶化，67%的居民看跌房价，半年内计划卖房者中，有52%愿意亏本出售，未来购房意愿降至历史最低的48%，真正极有可能买房的人仅15%。目前，卖家全面进入止损模式，买家则陷入冻结模式，市场买卖双方均在观望，交易逻辑倒挂。还有网友做了9年的房产销售，算得上行业里的老兵。前几天聊天，他苦笑着说，自己已经连续4个月没开单，这在他职业生涯里从未发生过。过去他最忙的时候，一天能带7、8组客户看房，现在手机安静的像关了机。公司领导天天开会，强调一句话，不管用什么办法把房子卖出去。可问题是，市场的冷不是靠几句口号就能升温的。他们团队里曾经的销冠，以前每个月稳稳成交2、3套，如今也连续2个月零业绩。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口的焦虑。那些当年通宵排队连夜抢房的投资客，如今成了最焦灼的人。曾几何时，他们眼看着单价从3万涨到6万，觉得自己抓住了时代红利，把一套房当成改变命运的筹码。可转眼之间，行情急转直下，房价几近腰斩，挂到3万一平都难以成交，首付缩水，账面财富蒸发，心理落差之大，犹如从云端坠落。更让人心慌的是，内部开始流传一些说法，房价可能回到2013年的水平，甚至有人预测2026年的走势会比想象中更冷。现在大家都在观望，担心现在出手会不会接在半山腰，也有人担心再等等会不会更低。于是市场像被按下了慢放键，房子从抢手货变成烫手山芋，心理落差巨大。当年掏空首付时的兴奋，如今变成了月供压在肩头的沉重。更深层的变化其实来自供需结构。经过多年高强度开发，不少城市的住房存量已经相当可观。一些新区夜晚灯光稀疏，城镇化率逐渐进入平台期，新增刚需的增速放缓，供给仍在释放，需求却趋于理性甚至收缩。这种错位让价格支撑变得脆弱。另外，当前一个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判断是，95%的中国住宅已不再具备投资属性，这一观点的核心逻辑很简单。很多人买到的只是房子，而不是土地。要知道，中国住宅用地为70年使用权，虽然法律规定到期自动续期，但续期成本和具体规则仍存在制度弹性。这种结构意味着房产本质上更接近长期租赁权益，而非永久产权资产。从供需层面看，市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。中国城镇住房存量已超过3亿套，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方米，住房短缺时代基本结束。除一线城市核心区外，多数城市供给充足甚至过剩。在缺乏稀缺性的前提下，普通住宅难以形成持续溢价基础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真言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